我们俩是通过网络认识的。我们就是属于那种蓝颜知己、忘年交吧。我母亲起初也知道，在最近的今年，我向他求婚，遭到他的母亲的反对。母亲说：“女儿就这样的，你要怎么活呀？”哭天抢地的哭，然后我心里特难受，心就碎了。我真不想让他母亲再伤心了。我比他母亲还大1岁，我去找他母亲，他母亲要喝药，又大哭大闹，丫头造成了心里头呢犹豫不决。一边是爱人，一边是母亲，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好了。亲情和爱情，我该如何抉择呢？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出这对。男主人公老张58岁，来自天津；女主人公小双32岁，来自黑龙江。来，有请两位，有请。您好，这个资料错了吧？你有58岁啊？啊，不相信啊？多年轻啊！就是58嘛，54年生人。网络上认识的。谈恋爱多长时间了？10年认识的，大约2年多吧。在网络上是怎么认识的呢？聊天认识的，认识完了以后，他就给我介绍过几个。他给你介绍对象？介绍对象呢，他就是几次我都没有成功，或者我就对他关注。后来他成立网站以后呢，我就帮他去选择场地，介绍朋友上他的网站啊，让他火起来嘛。啊，您就等于把这个媒人变成了恋人，这慢慢就变成恋人了啊。为什么用这什么蓝颜知己、忘年之交这个词儿？因为起初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就是说那个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就是说觉得他人还不错。其实就是说我有一些故事吧，就是说从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特疼爱我，就当我10岁的时候，爸爸就出车祸，然后就不在了，就是我就是跟妈妈相依为命吧，我就挺没有安全感的，不相信任何人。后来接触他，然后他对我就挺好的嘛，挺关心我的，我觉得人不错。他自己也单身，儿女都在国外，经常他问候我，因为就是我身体不大好，有肾炎，然后他就说那个冬天的时候你记得多穿点衣服，夏天多喝点水，别累着。然后我就说给他介绍几个对象吧，然后介绍几个他都不成。后来因为像他这年龄的话，就是说，在我们网站就是说这么大的女性的话，几乎都不会上网，然后不会注册，只是在我那留资料，然后我就是根据介绍其他的人比较麻烦嘛。后来我会给他们就是介绍认识，有的时候还他们要是发生矛盾，后来还给他们调解什么的，然后接触的比较多。调解我们俩调解到一起了，他很喜欢吃我做的饭。我买一条鱼3斤多，我把头吃了，身子他全吃了呢。认识不到2年，他胖了20多斤。哎，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特别像老爸呀？又给你做饭，又疼你，像一种大哥哥吧。小片里也说到过，你母亲起初是同意的，是吧？还没有完全，就是说想考虑一下，看了解一下到底适不适合。后来跟我母亲见了一面，然后起初的时候他就对我有承诺，说如果要结婚的话，就是说把房子给我。先等一下，我先问他，你见你丈母娘了？我上求婚去见了，比你还小1岁，小1岁。那您阳的不是？那您怎么说呢？您好，就您好。没叫因为确实是那个年龄有，你还比人大1岁，确实比大1岁啊。然后呢？当时一提这问题就生气了，我买的鲜货东西嘛全给我拽出来了。一提什么问题，就是说我准备向他求婚。为什么甩你？难道没有理由吗？你当初说承诺给我房子，可是你为什么没有了呢？我现在问你要房的时候，你说了什么？你说我跟你女儿恋爱，跟你没有关系。难道我当时承诺，我现在也不是没给，怎么会有我呢？等，谁来说这个？当初他给我有承诺，说如果要结婚的话，会把房子过户给我。我母亲就觉着他就是说，失言吧。之前对我有承诺，后来又不同意，然后才把他轰出去的，是这样吗，老张？而且他还说挺多难听的话。他说什么？说我跟他谈恋爱跟我母亲没有关系。爱情确实没有跟他母亲没关系，我们俩的爱情。怎么可能是2个人呢？还有2个家庭啊！2个家庭没有我母亲，没有咱2个人怎么会有2个家庭呢？咱俩人先沟通好了。他有家庭，之前是跟我沟通，可你跟我母亲要求条件太高了，让我在城里头给他买100平米的一套房子啊，300万啊，我已经退休了，对吧？
有何能力买这房子？后来没办法，让我把房子先过户到他手啊还没结婚了，我先把房子过户他手里，可能吗？您说？那结婚了过吗？结婚了，先住的可以吧？我们还准备，还生一个了，对吗？您不是，我有没有起码对我都没有承诺，怎么可能还想着后面的事？但是我们俩的有孩子，那房子还谁的呢？真让我说呀！啊，这样你说，您要先走了，首先是他1/2，然后剩下的1/2是你那2个孩子和你们俩的孩子那1/2，3个人分呗。我可以给他法律上进行保障啊。啊，这还不行吗？你非得要，但是我听没登记的话，就得把房子先过户到。我听姑娘说是你先承诺了人家给人。我是承诺，现在我也不是说否定承诺，但是他要求的是现在就把房子过户到他们家手里。哦，您说可能吗？现在什么都不给我，就让我跟你结婚，我凭什么跟你结婚？人别人怎么议论我？你知道我顶着多大压力？别人都议论你什么呀？有的时候会带他和我朋友出去玩嘛，朋友就说那个啊，你瞅瞅你带的人跟父亲似的，跟那管家似的，你多让我们丢人。你再跟他在一起，我们就不要理你了。那你在乎这个，你还跟他在一起干嘛呀？咱俩结婚跟你朋友有嘛关系？朋友就说我，难道现在找不到男人了吗？有一公的就行是吗？哎呦，这话太难听了。有人家肯定别人也会以为我图他钱，知道吗？除了年龄大一点，可你又不给我钱，连房子都不给我，凭什么跟你在一起？让主持人和专家看看咱俩的年龄，从外形上看和底气上看，咱俩差多少？咱俩已经在一起了，又不是说咱俩没有爱，对吗？你说我对你的关心，那你拿什么来爱我呀？不，你从你来的，起码连个房子你之前都答应我了，现在又反悔了。先不吵啊！来，我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那个，给房子嫁不嫁？可以考虑吧，但是就说那个没有房子的话，我感觉挺就是漂亮的那种感觉，感觉好像是保姆一样寄宿在他家里。你以前谈过恋爱吗？谈过一次。为什么分手呢？也是没有安全感。跟我还没有安全感吗？去年有一场病，你看我怎么伺候你的？那可只代表过去，可你现在什么表现？那您爱他什么呀？他比较那个直率一些，又缺少了父亲，对吧？我一直就是，所以是处的关心他。对你好吗？曾经感觉还可以。什么时候感觉就不行了呢？无非就是现在因为这争吵起来跟房子关系，在一个相处过程中也发生就是许多矛盾吧。还有什么矛盾啊？就是说那个，因为我办这网站嘛，他老不相信我。QQ不在的时候，他问我你在干嘛，经常打我电话。他现在干的网站就婚恋网站，他接触的人很多，包括男女。他就是不相信我。有一次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我现在把房子过户他认得好的了，把我走了，房子归他了，我如何？那你有没有反过来想过我呀？我跟你，万一你哪天又不要我了，那我怎么办？我知道你为什么要结婚，不是要看着我吗？你就让我当你家的保姆，还不给我房子？谁说你当我保？你当我保姆，还是我当你保姆？好，我记你们家谁做饭？我做饭。谁洗碗？我洗碗，他累了。谁收拾屋子？他出去了，我不得拾到屋子吗？洗衣机的衣服是谁放进去的？他放进我洗的。谁晒的？那肯定是我晒的。那你是保姆啊，确实。还有什么呀？不信任你，除了这个还有什么问题啊？我跟他就是说，毕竟有年龄差距嘛。然后他不是说他身体挺好的吗？可是身体是好，关键很多都有差距，有代沟。下边有人跟我可以比比，我这58岁的人，有几个58岁能做几个俯卧撑？您做吧。行吧，行，我们知道您身体好，对吧？您可以看看。那能代表什么？你看看有喘气的，有大喘气的是吗？他年龄在哪儿呀？而且年龄就有一定的代沟。我就问问，相处的时候怎么就觉得他年龄大了呢？就是说我跟朋友们去 KTV， 然后唱歌的时候，人家都唱情歌，后来那个他也不会，朋友们就是也接受不了。跟他在一起的话，可能因为他就失去了朋友。当时的时候，他确实对我好，可是现在这种态度让我接受不了。实际他们家就是嫌我年龄太大。那您孩子要是爱上一个这么年龄大的，您怎么办呀？我没考虑过。你考虑一下。因为我孩子都已经结婚了。啊，
都已经在国外还。他就是有钱，他不给我买，他谁说的儿女都在国外，怎么会没有钱呢？儿女这6、7年当中花了我多少钱？我还有钱。而且他离婚的时候，跟他妻子就说那个还有一套房子，把那套房子卖了，然后他卖了，还有分给他一半的钱呢。你之前有承诺，为什么到现在就？我现在也并不是说否认我的承诺。是不是这意思？就是说，您先跟他结婚，结完婚就把房子过户给他。我最起码结完婚以后看看吧。那干嘛要看看？直接就散了不就得了吗？干嘛要看看呢？起码你没相信我，爱情都不相信，还干嘛还要继续下去呢？我凭嘛要跟你？我这么年轻，让人怎么议论我？我现在把房子过户你，你明天找人走了，我找谁去？那你有没有反过来想想我呀？我想你结婚咱进来，并不是我要拒绝你们的，不跟你结婚。现在咱俩在一起，我把你再推出去，我没有啊。你觉得你们俩感情怎么样？我认为我对他很好。他对你呢？他对我原来也不错，就从我们闹完别扭以后呢，给他打电话，他就嫩，后来关机，发信息也不回，网上留言他也见不着他，找也找不着他，最后我可能发的短信留的言太多了吧，把他逼出来了。就到这儿来了，请专家们。您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希望大家帮您撮合撮合。啊，撮合撮合。好吧，我都听明白了。专家听的一定比我还明白。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丘比特问卷。范老师给帮忙呗。我大概听明白了，归根结底，其他都是外力。好像没有本质上的东西，本质就是这个房子。哎，咱们这老乡，你是黑龙江的是吗？恕我直言，你到底爱他吗？就是有一种依恋吧，就有一种安全感，就是挺可靠的，可以依靠终身的人。那就算了，我是可是这这意思。种态度让我无法理解。依恋跟爱是两码事儿，那就我觉着那真是没什么。老张，你看范老师说你就算了啊。我感觉是不是就是你从那个情感上可能会受你妈妈的那个就是这个思想到。因为毕竟就是我母亲和我就是相依为命的，我必须得为我母亲考虑，我不能只为自己活着。所以说我觉得你可以再等一等，再找一个更合适你的，能解决这些你想解决问题的人。我不同意范老师两口的观点啊，这女孩儿得跟这大哥绑一块儿才行，必须的。他比你大26岁，对吧？对。你要找一个比你就大6岁的人，说你给我套房子，我带着妈妈嫁给你，那个人对方我估计很难答应。如果我再选择一个老少配的话，我觉得年龄不是问题，问题是2点。第一，我要先问问我是否真的我们是相爱，而不是仅仅是找一个依靠。爱不仅仅是依靠，不是我之前缺失了，比如父爱，缺失了一些爱，我是需要从这位大哥那儿汲取到的。第二点，我们是否有一起面对困难的决心？至今为止，我们不知道你到底是爱他这个人，还是爱他能给你的那些保障。爱情是你们2个人的事，跟你妈妈没有什么关系。起码他得尊重我母亲吧。是的，这个没有问题。好，我想跟这位大哥来说一说哈，我觉得您是有问题的。您的问题在2点。第一，你既然承诺过，为什么不去兑现？他们要求是婚前就把房子过给他们。他之前是承诺说婚前过户给我。我不可能，我前妻给我卖了一套房子，我再把这房子承诺给他了，在婚前过户给他。所以您说您想表明的是您没有说过这话，对吗？我没有说婚前过户给他，只是说房子将来是你的。好，女孩，你现在重新再审视，再考虑我刚才说过的话。大哥，第2点，我觉得您过于自信了。您自诩自己的外表很年轻，然后还能给我们展示做3个不太标准的俯卧撑，但是您可一定要知道自己实际的年龄是什么。您明年还能有这个状态吗？后年还会有吗？如果您没有了，他怎么办？如果没有了，女孩你要多想想了。我一直以来认为，忘年恋中间最大的障碍恰恰在于这些年来的距离。有些人用钱来填补这些年的距离，有些人用情感、用包容，甚至有人因此而付出了生命和健康。而你们现在解决这个年龄阶段的问题，很简单，就是一套房子。女方说：“我冒着很大的压力，大家都说我嫁给你是为了图钱。”那如果把房子过户到你名字上，别人就不会认为你图钱了吗？起码我心里很踏实啊。那恰恰是证明别人说的是对的呀。
你不等于是成全了别人吗？第二，你说我这么年轻，我凭什么嫁给他？是啊，我正想问你凭什么呀？因为他对我关心呐。因为他对你对我关心，事业上也有帮助。啊，爱你，那你就信任他喽。可是他现在态度让我接受不了。所以爱还是挺寒心虚伪的，还是不信任。也不完全说。还有男方，男方说我要跟你生个孩子，我还想要个孩子。一个你信都不信任的女人，你还想跟她要个孩子，可笑不可笑啊？你一直在做俯卧撑，说我身体有多好，这无非证明你身体好，除此之外证明不了你有多爱他。我本来以为能够跨越几十年的爱情，应该是多么的坚贞和伟大，原来不过是一套房子引来的闹剧而已。两个彼此都不互相信任的人，还在这儿大言不惭地谈爱情，可笑不可笑啊？掺杂了金钱的爱情，就像那馊了的米饭一样，表面上看上去没什么区别，其实已经难以下咽。还是那句话，任何带有附带条件的感情，都会因为欲壑难填。那您的婚姻当中有没有掺杂着物质呢？我们在那个没提到房子之前，我们俩已经好了。问题现在提到房子，你们就掰了吗？那您结婚的时候有没有买婚房呢？没有，我告诉你，我跟我老婆是一穷二白，住着单位的宿舍。你俩是 AA 制生活吗？对啊，我们当然在一起生活啊，大家都可以调查到，不要因为你们的猥琐的想法就猜测别人。您也是坐在这站，坐着说话不像腰疼。我告诉你，我所说过的完完全全都是我自己经历过的，这完完全全大家都可以去调查。难道你的生活爱情就是成功的吗？我怎么不是成功？我现在幸福美满，我怎么不成功呢？谁知道呢？是啊，大家都不知道，所以你就猜测，阴暗的猜测，别人都不幸福，就你们这种要房子的爱情是幸福的，你们俩趁早算了。我要是不幸福，我早就到这儿来了，跟你一样，就站在那儿了。哎，我就站在那儿了。如果你们俩今天是来谈爱，想要在一起的，就少谈点房子的事儿，多谈点两个人之间是不是真的。房子并不是我要的，是我母亲，因为我就是小的时候并不幸福。房子是谁要的？从你的语境当中，我们早就证明出来了。大家听听，到底是谁要房子？那起码我得有一个安稳的家吧。来，不，这个来，受伤了是吧？涂老师一番好意，这都他想点醒你，他害怕你因为一套房子而失去了一个忘年的爱人。我再多说一句话，两个人之间如果过多的谈房子，其实就是在漠视两个人相处的这段时间，在伤害彼此之间的感情，是你们自己在伤害自己的感情，自己拿一套房子来衡量自己所谓的宝贵的感情，谁可悲啊？是你们自己把你们自己的爱情等同一套房子，是我们吗？我们希望你们在一起，是你们老谈房子。您没有房子的话，你会生活吗？你在野外生活吗？租房子。这个你别跟涂老师吵，涂老师现在还在租房子。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不拿我们的生活方式来衡量别人的生活方式，对吧？但是有一点我们特别提醒你们注意了，如果真的相爱，其实这些问题都可以克服。你爱的是什么，你自己去挑吧。想好之后，你们进行表白，一起进入今天的黄金60秒。我希望咱俩在一起，共同面对现实的困难，劝好你母亲，共同在一起生活。我挺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我真的很感动，我觉得很幸福。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为了爱放弃天长地久。如果爱一个人，不要成为他牵绊，只要他幸福就快乐就好。我是红娘，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在亲情和爱情之间，也许我会选择亲情，因为就是我所经历的。妈妈就想让我有一个幸福的生活，这并不为过。如果换位思考的话，也许你也会明白，就说无论成与否，今天就是说在这里能够和平的。好了，时间到，请亮灯。我听这话的时候，我特别心酸。曾几何时，中国人把房子当成了一种幸福的标志。曾几何时，有多少人住在蜗居里、陋室里，哪怕是租来的，
一样过着他们认为幸福的生活？有多少人坐在豪宅里面，独守空房，守望着一个可以回家的身影？如果房子真的能够代表幸福，我觉得幸福就太容易找了。来，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来，请关门。你们赞成他们在一起呢，还是不赞成呢？来，请选择。现场有96%的观众朋友觉得他们俩不适合在一起。一起数5个数，看看人家自己的选择吧。来，5、4、3、2、1，请开门。这个现场96%的朋友觉得你们俩还是分开比较好。你怎么看？大家这么投？实际上他有他的压力，那怎么着？他有他的难处。您这么爱他，咱就直接把过了吧。如果他选择了离开我，祝他幸福；如果他们再没有找到伴侣的事，我会关注他。就是你还贼心不死哎，为什么不能一咬牙一跺脚？现在就说房子过户给你，我们把它。因为我毕竟是58岁的人了。明白了，谢谢您的到来，谢谢。祝幸，请回，谢谢。